當你熬夜不睡覺的時候，就等於是你親手把這個收件夾給關了。所以所有新的資訊，不管你再怎麼努力 K 書、看報告，它們就像寄不進去的信一樣，根本進不了你的大腦。睡得越少，你開車出車禍的風險是成倍數在飆高的。只要你睡不到5個小時就去開車，那風險是平常的4倍以上。只要你連續醒着超過19個小時，你開車的狀態基本上就跟酒駕沒什麼兩樣了。很多人都覺得喝完酒身體熱熱的、昏昏的，好像就比較好睡。但真相是，我問你哦，如果現在有一種超神奇的療法，它可以讓你變聰明，可以防癌、預防失智，還可以讓你身材變好，而且完全免費，你想不想試試看？你可能會覺得，這聽起來太扯了吧，好到不像是真的。但如果我跟你說，這種療法不只真的存在，而且是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接觸，卻又常常危險地忽視它的東西。沒錯，這個奇蹟其實就是睡眠。聽起來很普通，對吧？但殘酷的現實是，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已經正式宣布，睡眠不足在所有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成了一場嚴重的流行病。而且這場流行病的代價是極其慘重的，你知道嗎？如果你每天晚上睡不到7個小時，你身體裡對抗癌症的免疫細胞戰鬥力就會瞬間崩潰，讓你罹癌的風險直接飆高2倍以上。所以今天我們就要透過《為什麼要睡覺》這本書，來正面挑戰3個可以說是直接關係到你壽命的終極問題。首先，為什麼我們一直信以為真的補眠，其實根本是個科學上的大謊言？再來，為什麼每次考前、會前，你以為是救命單的熬夜，實際上會讓你的記憶力瞬間砍掉40%？最後，為什麼很多人睡前習慣的那一杯助眠酒，根本就在綁架你的大腦？歡迎來到阿冷的書房，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好，我們就先來破解第一個，也是最多人相信的謊言——睡眠銀行。你一定聽過，或甚至自己就常這麼做，對不對？沒關係啦，這禮拜上班太累了，睡少一點，周末再把它一次睡回來就好了。聽起來超合理的，對吧？但科學證據告訴我們，這完全是我們在自欺欺人。書的作者呢，也就是神經科學家馬修沃克，他講得非常非常直接。他說：“我們人類啊，對於之前損失掉的睡眠，是永遠沒辦法在事後把它補回來的。”你聽清楚哦，是永遠。所以睡眠它根本就不像銀行存款，不是說你這禮拜透支了，下禮拜存多一點就好，不是的。這個債你一旦欠下了，就永遠不可能100%還清。你可能會想說，可是我周末睡飽之後，明明就覺得精神好很多啦。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研究發現，就算你用整個周末來補眠，甚至連續補了3個晚上，你的大腦像是專注力啊、反應速度這些功能，根本就回不到原本的水準。所以這代表什麼？代表雖然你感覺好多了，但實際上你的大腦還是在一個受損的、效率低落的狀態下運作。好，那再來看看第2個謊言。這個我相信不管是學生還是上班族都一定中過招，就是所謂熬夜的優勢。我們常常覺得，明天要大考了，或者明天有個超重要的會議，今天晚上拼了，犧牲睡眠來讀書來準備，一定是值得的。但你真的知道嗎？你換來的其實是用你的記憶力去換那幾個小時短暫的清醒而已。你看這個數字啊，只要1個晚上你沒有睡覺，你大腦去吸收、去形成新記憶的能力就會暴跌40%。這不是什麼小小的下降哦，40%是什麼概念？這根本就是考試及格跟不及格的差別呀。那這到底是為什麼？原理其實也蠻好懂的。你可以把我們的大腦想象成有一個 email 的收件夾，這個收件夾專門接收新的記憶，它叫做海馬回。當你熬夜不睡覺的時候，就等於是你親手把這個收件夾給關了。所以所有新的資訊，不管你再怎麼努力 K 書、看報告，它們就像寄不進去的信一樣，根本進不了你的大腦，全部都被彈回來了。而且這種大腦宕機的狀況不只影響學習，在真實世界裡，它帶來的後果是會致命的。你看，睡得越少，你開車出車禍的風險是成倍數在飆高的。只要你睡不到5個小時就去開車，那風險是平常的4倍以上。更可怕的是，科學家發現，只要你連續醒着超過19個小時，你開車的狀態基本上就跟酒駕沒什麼兩樣了。
好，最後一個，我們來聊聊很多人深信不疑的第3個謊言：喝點小酒幫助睡眠。這聽起來很合理嘛？很多人都覺得喝完酒身體熱熱的、昏昏的，好像就比較好睡。但真相是你根本不是在幫助睡眠，你是在用镇靜劑綁架你的睡眠。關鍵就在這裡，請大家一定要記住，酒精它是一種鎮靜劑，不是安眠藥。它做的事情是把你敲昏，是讓你失去意識。這個狀態下，你的腦波其實跟被輕微麻醉比較像，它根本就不是我們身體需要的那種真正有修復功能的高品質睡眠。所以酒精這個家伙到底是怎麼一步步摧毀你的睡眠的呢？它有個3部曲攻擊。第一步，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它讓你鎮靜，不是入睡。第2步，它會把你的睡眠切得支離破碎。你可能不記得，但整個晚上你其實會一直醒來一下下，這讓你的睡眠品質爛到不行。然後最致命的第3步，酒精會強力的抑制你的做夢睡眠，也就是快速動眼期。而這個階段偏偏又是我們大腦整理記憶、穩定情緒最關鍵的時刻。好，講完了這3個常見的迷思，我們現在要進入更核心也更殘酷的真相。長期睡不好的代價，真的遠遠不只是隔天精神差、想打瞌睡這麼簡單而已。接下來這個數據，老實說，是我看完整本書最被嚇到的一個。只要1個晚上，僅僅1個晚上，你只睡了4個小時，你身體裡面負責去殺死癌細胞的那個自然殺手細胞，它的戰力就會瞬間崩掉70%。對，你沒聽錯，1個晚上你的免疫防線就幾乎瓦解了。而且這不是說你隔天睡飽就沒事咯。從長期來看，每天睡不到6小時的人，他得到癌症的風險硬是比睡滿7小時以上的人高出整整40%。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連世界衛生組織都已經把輪夜班這件事正式列為一個可能的致癌因子咯。再來，阿茲海默症，睡眠不足跟它之間存在一個非常可怕的惡性循環，是這樣運作的哈。你睡得越少，你大腦裡的垃圾，一種叫做貝塔類澱粉蛋白的毒素就清不掉，會越積越多。然後這些毒素又會反過來攻擊你大腦裡負責深度睡眠的區域，讓你睡得更爛。結果呢，你睡得更爛，就累積更多毒素。你看，這就是一個不斷往下掉的死亡螺旋。還沒完哦，睡不飽還會讓你變胖。你看這個圖就知道，這幾十年來人類睡得越來越少，但肥胖率卻是直線飆升。這絕對不是巧合，因為當你睡眠不足的時候，你身體裡掌管食慾的荷爾蒙會整個大亂，讓你餓的荷爾蒙會暴增，讓你覺得飽的荷爾蒙又會減少，結果就是你整天都想吃東西，而且還吃不飽。好，我知道今天講的這些資訊量可能有點大，甚至有點嚇人，但這就是一個給我們所有人的警鐘。我們來快速複習一下幾個重點。第一，睡眠是跟吃飯、喝水一樣絕對不能妥協的生理需求。第二，補眠是個迷思，睡債永遠還不清。第三，熬夜讀書別傻了，那只會讓你變笨。第四，睡前喝酒是在破壞你的睡眠，不是幫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長期睡不好就是在為癌症、阿茲海默症、心臟病這些大魔王鋪路。所以聽完這一切，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從今天晚上開始，你會為了你自己的睡眠做出哪一個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呢？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分享對你有幫助，請務必幫我按一個喜歡，你的支持對我來說是真的很重要的鼓勵。也別忘了訂閱阿冷的書房，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這樣我們每周分享的這些超有料的書，你才不會錯過咯。